其实按照正常的一个首付比例来说的话，我们其实只需要付25%，那也就是50万而已。如果是 ABSD 你要付60%，那变相呢你要花大概170-180万，你才能够买到一套200万的房子。很多外国买家已经退场，除了一些就是有 FTA， 就是好像美国买家为了把那个价格呢保持在本地人大多数人买得起的，发展商呢就把这个单位的面积呢减少了。新加坡政府2023年4月把针对外国买家的额外买方印花税 ABSD 从先前的30%调高到如今的60%，为的是避免外国投资者炒高房价，以确保真正有住房需求的新加坡人不会因为房价太高而负担不起。来看截至今年9月底的数据，对比调高 ABSD 前后的2年半期间，没有永久居民身份的外国买家在本地的私宅交易量的确减少了1700多个单位。政府把 ABSD 调高到60%之前，中国买家在所有外国买家占了将近36%，但来到2025年前8个月，中国买家的占比只剩9.3%，私宅交易量也只有17个单位，美国买家反而成了外国买家中最大的群体。很多外国买家已经退场，除了一些就是有 FTA 外贸协议的这些国家的一些投资者，因为他必须要交这个外买家印花税，就是好像美国买家，另外一个就是瑞士的一些买家。根据新加坡和特定经济体签署的自由贸易协定 FTA， 一些外国买家享有与新加坡公民同等的 ABSD 征收待遇，这包括冰岛、挪威、瑞士、列支敦士登的公民和永久居民，以及美国公民。中国买家没有享有自由贸易协定的优惠，所以就需要承担60%的高额 ABSD。所以说，当时我们常常有看到这些旅行团经纪公司可以组团带这些投资者来新加坡购买房子，这个买房团现在我们应该没有看到很多这些买房团在某些地段，可能更好的地段，它要将近200万。如果说买一个2房，然后你要出60%的一个印花税的话，这个是额外的，还不包括 BSD。然后这样子的话是120万的一个新币。然后你要多少年以后才能够实现这样的一个增值？他们其实是不太有信心的。很多时候买家其实是负担不起这么高昂的一个税费的。就是如果说你买一个200万的房子，其实按照正常的一个首付比例来说的话，我们其实只需要付25%，那也就是50万而已。如果是 ABSD 你要付60%，那变相呢你要花大概170-180万，你才能够买到一套200万的房子。很多人是手上拿不出这么多现金的。房地产分析师和房地产经纪都观察到，为了避免担负60%的高额 ABSD， 如今有很多中国买家都会在成为永久居民后才在我国置产。只要把永久居民计算在内，中国买家就会在所有外国买家中占据将近30%的比率，遥遥领先于美国买家不足1%的占比。如果看包括永久居民在内的5大外国买家群体，中国还是独占鳌头，其次是邻国马来西亚，美国其实排在第4。值得注意的是，新加坡永久居民购买私宅其实还是得缴纳 ABSD， 购买第一个私宅单位要缴纳的是5%。其实新移民来说，特别是中国过来的新移民来说，他们本身受的教育也是比较高的，然后拿的薪资水平也是很不错的，所以这种情况下，他们拿到 PR 甚至是公民的可能性都是非常高的。当然，我说的只是我观察到的一个现象了。其实我们看过去几年的房价涨幅的话，基本上1-2年你的那个PR 5%的 ABSD 就可以回来了，所以很多人意识到这个问题以后，才慢慢转变思想，说那我其实拿到 PR 以后，我就可以开始买第一套房了。我也有其他同事国际的话，中国啦、韩国啦，或者是其他欧洲国家的这些同事顾虑就是说我买房子要交60%，我可能会先以租赁的方式解决我住房的问题。先住一段时间，然后如果拿到他们的永久居留权之后，他们有一些会
去选择购买更长期的一个住屋的需求。包括永久居民在内的中国买家，在 ABSD 调高后2年半，购买了2463个私宅单位；美国买家同期只有501个单位，可说是小巫见大巫。而且美国买家在新加坡购买的私宅数量一直保持稳定，因为美国人来讲呢，如果是他们要在美国要买第2间或第3间房子来投资的话呢，首先他们会在美国本身自己买，因为他们对他们的国家最熟悉嘛。如果是他们要在亚洲这里买房子的话呢，其实他们最熟悉的呢是可能是泰国或者巴厘岛。他们就可能会在那里买一个房子来为了度假。如果是他们想到新加坡来买房子的话呢，大多数是因为经济关系或者他们可能在这里有亲戚，或者少数是来这里工作。美国人他们买房子的数目不多，因为买来投资的对这些美国买家来说，可能距离太远了。如果要买新加坡的房子来投资的话，应该不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策略。美国买家波动幅度不大，中国买家又传出减少，我国私宅市场难道还没冬去春来吗？其实外国买家只占私宅市场的小部分，而且 ABSD 调高之后，外国的私宅买家更是从4%的占比缩减到了现在的1.3%，而新加坡公民和永久居民的占比分别是83%和14%，是本地私宅市场最强劲的托盘手。2023年的额外印花税过后呢，发展商也知道差不多80%的买者呢都是本地人，因此呢，为了把那个价格呢保持在本地人大多数人买得起的，就是通常是在150万到250万元的这个价位中呢，发展商呢就把这个单位的面积呢减少了。我们调查发现到，在2023年4月之前，在CCR 平均的公寓的面积呢是74平方米，而今年的平均的这个 condo 的面积呢已经减少到65平方米。2025年第2个季度开始，我们开始发现这些核心重量区的一些项目跟高档项目开始有一些活动，就是开始有更多人在买这些新推出的项目，而且这个项目的价格也不便宜啦。这些买家可能有一些是本地买家，或是有一些是永久居民。本地买家稳定这个市场，有一定程度就是把这些外国投资者降到一定的程度了，所以会让市场过热。整个房地产来说我们也必须要考虑，就是说它的价格增长必须要能够稳定而且持久了，不要过度的生长。